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诚意一夜之间路人缘败光，粉丝脱粉回踩，他究竟动了谁的蛋糕？近日网友惊讶地发现，热播剧《莲花楼》突然断更了，纷纷在网上喊话，看得正上头呢，希望抓紧时间播出。这部剧爆的同时，也让我们重新认识到了程毅的演技功力，堪称一绝。一人分饰两角，对演员来说向来是种很大的考验，尤其是两个性格截然分明的人物。程毅凭借扎实的演技，很好地诠释了这两个人物。他演的李香怡性格内敛，城府深，做事果断，武功高强，像他的少师剑，又快又狠。而李莲花则又有不同的特质，很搞笑，话又多，周身萦绕着温和的气质。程毅在采访中说，这个小说和这个角色对我的启发，对我人生的改变也是蛮大的。我也在李莲花身上找到了很多不一样的。作为很多的事情，我不应该那么执拗，或者认为钻牛角尖。出演李莲花让程毅收获的不仅是继沉香如屑流离之后的3连爆，更是真正让他走出了那场铺天盖地的网暴。01一夜之间掉粉6万，琉璃举办收官会，因剧中程毅与袁冰妍二人强烈的 CP 感，虽然是收费直播，观看人数也达到了10万。然而大家合唱的时候，旁边3对都互相注视着对方，程毅、袁冰妍尴尬到处乱看，就是不看对方。尤其是白树把程毅往袁冰妍身边推的时候，程毅硬是不动，袁冰妍尴尬地转过了头。粉丝本来想看两人营业 CP， 可最后一波糖呢，万万没想到花钱看的却是大型 child CP 现场，这让许多网友表示不能接受。网上一时之间纷纷喊话程毅不尊重袁冰妍，甚至大量 CP 粉集体脱粉。一场云歌会，程毅不仅路人缘被败坏，还遭到大量粉丝回踩，但事实上真的都是程毅的锅吗？其实这一切不过是资本作祟。当时程毅的新剧《长安诺》即将上映，播出平台是在腾讯，而琉璃的播出却是在优酷，但袁冰妍和程毅的 CP 热度却定之增不减。为了不影响《长安诺》的播出，为此在云歌会开始之前，腾讯便强制命令程毅发布会上禁止与袁冰妍互动。双方的团队为了两人今后考虑，早就商量好了避嫌。况且当时袁冰妍正和欢瑞闹解约，而程毅力又是欢瑞旗下艺人。琉璃已经播完，该赚的钱也早已到手，自然想让程毅远离袁冰妍。欢瑞世纪钟凯甚至公开发文称，琉璃收官云歌会结束，后续可以关注欢瑞追责某公司和旗下艺人的违约事件。所以什么黑脸 child CP 并不是程毅愿意做的。欲戴皇冠，必承其重。人红是非多，想在娱乐圈红起来，真的不容易，一旦红了就得承受各种非议。然而你以为不红就可以顺风水了吗？02一路走来荆棘丛生。在青云志发布会活动现场，各大主创齐聚一堂。此时程毅力还只是个籍籍无名的新人，因此切蛋糕的环节，工作人员将本应递给程毅的工具刀给了咖位比他高的明星。程毅伸出去的手也只能又尴尬地收回。没办法，当其他人纷纷动手切蛋糕时，他只能格格不入地站着。最后还是赵丽颖发现后，握着他的手，共用一把刀。这时程毅脸上失落的表情才渐渐消失。无独有偶，长安诺开机发布会上发红包，那是程毅还不是大火状态，剧组所有演员和工作人员人手一个红包，唯独他没有。身为男主的程毅站在最后一排，确认是所有人都有之后，他小心翼翼伸手，却没人理他。
不想打扰大家合照的兴致，只好无措地笑笑，并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伸回手。从荆棘中摸爬滚打过的人，都曾流下无数的血和泪。程毅跑了10年龙套，才有现在的知名度。之前他面试一个戏，觉得自己都准备签合约了，最后却被导演临时换掉。他自己说那时难受到3天3夜都不想出门，还曾被导演当面说不适合做演员。程毅最难的时候，几乎快坚持不下去了。他曾在粉丝群中问粉丝，如果有一天我退出这一行，你们还会支持我吗？不知粉丝们给他的答案是什么，但程毅最终坚持下来了，并且交出了满意的案卷。这个从湖南怀化一个小县城走出的男孩，凭什么能从一个小配角，最终成为今日炙手可热的大明星呢？在沉香如屑多次更换女主后，网上甚至一度疯传程毅耍大牌，是某集团太子爷，说他背景深厚。如果真是太子，为何欢瑞从不维护他的名声？对比一下看看其他受捧的艺人，就应该知道，别的艺人出黑料，工作室当天就出律师函。反观程毅的新闻，永远只有看低他，以及各种黑热搜。他常年驻扎横店，基本全年无休，每天坐面包车上下班。这要是太子，那程毅这个太子的待遇未免也太差劲了。轻飘飘的一句欢瑞太子爷，就否定了他10年的努力。我想，如果非要说程毅有靠山和背景，那大概就是他的演技和颜值吧。在一次采访中，程毅谈到，不管遇到什么困难，什么样的角色，提前做好功课，理解剧本，了解角色了之后，在现场发挥的空间更大一点。对，把当下的事情做好，有角色有戏演，我是蛮珍惜现在的。提前做好功课，说来简单，但这背后却需要付出无数的心血。而程毅并非说说而已，他真的做到，才有了今日的实力，才能用演技征服了观众。